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要爆啦，要爆啦，要爆了！我是体有比长寿村的四毛先生，我是宝吉拉，我是嘉宏。今天很开心邀请到嘉宏来到现场，跟我们分享他前阵子，那1年前吗？开了2间公司的一些历程，以及在这之前他做了什么准备。那我跟嘉宏呢，大概是在2012年的时候，我们在那个时候在课堂上面认识的。对，那时候你大3还是？大3，有时间久远，真的有点忘了。对，我记得忘了大3、大4吧。对，那时候我们去修一个生技创业课程。那个时候我们大家就是分组，我记得好像在5、6组，大家要去找一个题目，来进行简报，然后大家最后来票选哪一个题目最可行，最有可能商品化。然后那个时候呢，我们同一组，我记得我们拿到首奖。首奖那个时候就是用我们的那个 KFIR 的主题。我们那时候，我记得好像是用那个吸管嘛。我们那时候去打那些注重身体形状，现在是不能讲减重，减重在法律上面是有严格规范的。但是我们就是要让那些人健康美丽的。然后我们那时候是大家那个时候吃这种像优格啊这些东西，他们最怕就是酸，但是他又不想加糖。去让它变甜，所以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是用那个吸管。对，我超久。对，然后我还在想说，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么一讲，我想起来了，用神秘果想要把它 coating 在里面，因为我们以前那个羊奶细胞也是 coating 在盘子上面，我们想要类似的技术 coating 在吸管上面。然后那个人一吸到那个优酪乳混着那个神秘果的果肉果汁，吸到嘴里变甜的。对。大概就是这样的契机，然后接下来从那个课程之后，你还有去做什么相关的创业的准备吗？其实我在那个课程算是虽然我大3、大4的时候接触到的课程，那其实我在学校的时候，其实我在大2的开始接触到创业这一部分的话，其实是大2的时候，我参加了学校一个叫艺术季的一个活动。但是这个活动其实跟创业一点关系都没有。可是我参加这个活动，让我看到了哇，整个学校竟然有这么多厉害的跟怪物一样的人，他们在不止在他们的学业，他们有在各个方面都有非常非常厉害的表现。那时候就开始说，我自己读生科，那除了生科之外，我能不能有一些其他不一样的事情？那时候我就开始想说，那我想要做，那时候也还不是官司在上，就是我想要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然后那时候学校刚好推出了一个叫做创新创业学程，那是一个学程的课程。那我就觉得，学校第一次推出来这个其实它也不是第一次推，只是那时候开始变比较大。那我报名的时候大概是第4届的时候，我就想这个是一个比较新颖的课程，大家的评价也都很好，接触到很多新的东西，那认识学校其他一些非常厉害的人。那我就想说，那或许我可以去试试看，去报名这个学程，去了解一下他这个学程里面想要传达的内容。这样，这个时间长多久的一个课程？1学期吗？还是？它整个学程其实跟一般的学校其他学程差不多，它就是规定你要修满这个学程，你要修满21学分。那它是一届一届的。那通常我们在报名的那一届的第一年，通常就会修了蛮多的学分。那后续就会慢慢把这个学分补完，然后最后拿到一个学程的修业证书这样子。所以是从大几修到大概大几？每一季主要的话，我记得是大3的时候，还是大4的时候，大4就快毕业了，差不多那一个段的时间去报名这个学程，然后去开始了解一些创业的东西了。那我就开始在想，那我会不会也可以尝试一下走上这条路试试看？所以算是时间分配很大在这上面，因为21学分。这样子应该占掉一大半的时间。对，那可是因为它只是学程，那所以是主要是上一些里面的一些的课程啦。重点是一些里面的团队的建立的课程，然后最重要还有去参加一些校外的比赛啊，这些东西。所以实际上那个时候你除了必修，那个时候应该都修的差不多了。对啊，大3、大4就是
你那时候有进实验室吗？那时候我是没有进实验室的，所以大家就是我在生科系里面算是比较特别，我没有进实验室，所以整个时间都去上创业的课程，对，整个大三大四，对，已经完全进入创业的那个状态，准备状态算是。哦，那一段期间有什么？现在回想起来有什么收获？就是后来你真正进入创业这个阶段，当时有什么？比如说有什么人脉或者是什么概念影响你，一直到现在都还很受用？我觉得就是一些创业概念的一些基础知识，在那边在这个学程当中有去建构了一些像不论是基本的会计啊、财务方面啊、专利方面啊，或者是一些行销方面，然后其实这个课程的面向很广，所以让我其实接触到很多不同于生科里面的一些内容，让我能够去比较去完整的建构整个创业的概念，然后也去跟同学去做一些创业点子的发想。虽然那时候都很不成熟，那可是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很有趣的尝试。这样，它算是只限于校内学生修的，对不对？不是校外可以进来，也想一下交学费进来修吗？不可以。那是不是限于校内？我记得好像现在应该有开放。台大是一个联盟嘛，它好像有其他联盟也可以进来，其他学生联盟的学生，对，没记错。现在太久没有回去，我也不知道。对，可是应该会有开放。所以当时他是以学校的教授还是外面的一些老板进来分享的？他主要是因为要建构一个学程，一定是要学校教授的支持。那时候就是主要会是电机系那边的教授来做这些课程的规划，那还有跟管理学院的这几个不同跨学院的一些教授来去做这些课程的规划。那当然创业最重要就是要有外界的一些实际的创业的人来做课程的规划，所以他会在课程，然后会变得有些课程是老师一定要有老师开课啦，外面的人不太能开课，就有老师开课程，可是会邀请外面的讲者来做他们的经验分享啊，或者是他们想要教授的，像刚刚说的专利的课程啊，或者是说一些财务规划的一些课程这样子。对。所以他最后整个他的期中考或期末考那一些是用什么去评鉴？他会叫你们真的提案，像我们后来上那个课去提案那样子。他们每个课程的当然都有不同的规划，那有些是交报告啊，就是小组的一些作业啊，然后那边的话，我觉得它可能比较接近管理学院的，就以报告为主的一种课程的规划。考试什么的极少，非常少，主要都是交报告。那有些比较狠的，就是像我大学唯一一个被当的课，就是学程里面的课。学程里面的课什么课？学成一个创业实践的课程吧，就实际提一个点子，然后跟团队一起去实践它。那我们那时候就是说真的做得很差，我们的团队基本上最后有点分崩离析。那你后来跟我同组，另外修了就第一名，就是那个那应该是对同步弄的，这样同步弄吗？我时间上面我有点忘记，就是那附近。对，那总之就是那个课程，就是那老师也说，因为你们这组表现实在很差，那你们知道了吗？创业有时候如果失败的话，其实那时候他说你哪里差？就整个团队其实最后的话，我们说真的就是摆烂。对。但是你不是很有干劲，要干一番事才去上的课吗？对啊。可一开始很有干劲啊，可是这其实跟很多的创业过程很像，就是你的团队其实需要磨合什么的。那你有可能最后可能发现，其实你一开始找的伙伴，其实不一定是可以真的一直走下去的一个状态。不过那时候只是在模拟，不是吗？对，那是大家提案，算一个创业简报。对，可是要实际，不止简报，要实际做一些东西出来。比如说是做东西，做什么？比如说要营收吗？不一定要有营收，你可以提一个点子报表，你可以提一个点，可是你要有实际做一些东西出来。那我记得那时候有人是办了一些展览，他实际做了一些东西出来，办了展览，对，那实际拍个影片啊什么的，就是它不一定是一个创业的计划，可是这个计划本身，像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办了一个展览，然后去介绍、去传达他们一些理念这样子。对，但所以那个时候不是以它可以变成一个获利模式为考量吗？最好。可是不能获利的话，那就是退而求其次。对。那时候老师的低标是什么？他的最底线要求大家达到什么？老师这都没有非常明确，但总之就是随意发挥。对，随意发挥。对。那总之就是那时候，我们的算是就是不合格。那老师就说，那创业失败通常都要付出一些代价。付什么？就是没有拿到学成学位。就是那个你要被当啊。对啊，老师就被当给不起。那这样还有学位吗？没有，那个是选修啊。所以当掉那科还是学成还算是可以拿到。还是对啊，还是可以拿。对，可是这个学生我究竟有没有修完我也忘记了。所以 OK。对，所以他那个时候涵盖了产销人发财资都有吗？就是销人发还是它集中在某几面？像我们创业大概就是一般来说分产就是生产看产什么产品，销是看怎么销售，人就是怎么找人，发就是你要研发什么，财务，你的资讯资料。我后来加一个法，因为我后来发现法律很重要。你觉得那一个课程当时他有着重在什么点，还是说全部都来一波？我觉得那个课程说真的，他不会特别专注在某一点，而是他去把所有的面向都告诉告诉学生，创业你可能会面临到哪些面向。那这个学程，其实我后来自己实际的体悟是，这个学程究竟有没有鼓励学生做创业这件事情？其实也不一定，因为其实现在有些人在讨论学生创业究竟是不是应该的一件事情。是。那可是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个学生他不一定在鼓励这件事情，而是把创业这个虽然种子火苗的东西放到每个学生的内心里面。那他们当然之后时机到了，那个种子萌发起来，那这些学程就会对他有帮助。对，所以我会觉得，那时候课程的整体的规划其实是把所有的面向，你要想要创业，你会经历到什么东西？你会面临到什么不会像刚刚说的法规啊？你生产，你想设计一个产品，那会面临到什么问题？他会告诉你这样的大部分的面向都告诉你一遍。那时候学生的主要的很多的重心其实放在想法的一些激发，去激发什么创业的一个想法，并且去鼓励学生去做一些实践，这样子。对，那后来，当时你认识的同学们，大概有多少比例真的创业？就是以这个案例来说，有多少比例来创业的话，其实，绝对不会很多。绝对不是说什么一半以上啊，什么那这件事情不太可能。是。那可是我自己觉得，可能有10到30%左右的人还在这方面在做努力。是。对。10%左右。那个时候你被当掉之后，你没有感受到挫折，然后就干脆不干这个了吗？还是你接下来你是怎么就继续往下走？继续往下走，其实就是面临到就去当兵了。大学那时候毕业先去当兵。对。那当兵的时候你在军中有每天脑袋都在想你要创什么业？没有啊，都很放空，都直接放空。因为我那时候在大学的时候，我其实已经先考上研究所，只是我你想先去当兵？为什么？那时候？一般来说，你实验中断这样回来，很多人担心变成脑袋不灵光。因为我没有参加，我没有大学没有进实验室，对我来说，所以对我没差，没有什么不可以割舍的。对，因为像我们生物，大部分人大3、大4会先进去。对。那我是没有参加，所以对我来说，这个东西就不用考量。那我那时候考量的第一个点，那时候你们生命科学系，不用必修，不用进实验室吗？不用，可以不用，算是选修。那跟生化科技系不一样，因为我们就强制要进去，至少1年了。对，不太一样。难怪，我刚才就想说怎么也不用进去，所以就先去当兵。对，那时候你为什么还想回来念硕？回来念硕是因为我已经考上，其实我本来就是这样规划。所以在那个时间点，你其实还没有很想要去创业，就是先继续看看这样。对，那个因为其实，在学程里面跑这么久的时候，我最终还是会想说，那我自己读生命科学系，我能不能透过生命科学系里面学到的东西来发想出一些创业的点子？那我觉得生命科学系它其实是比较
它蛮需要知识的累积，它必须要有足够的知识的累积，你才能去做相关方面的创业。以生命科学系主流啦，可能当然有一些比较特别的生命科学的一些创业点子，可能也不一定需要。可是以我那时候的想法，我会觉得这是需要一些知识的累积，所以我可以来读硕班。那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做好决定，然后只是先去当兵，因为当兵那时候遇到一个是预官最后一届的问题，我就想说既然要当兵，那我就去考个预官。你那时候预官最后一届吗？没错，我那时候的得到资讯是这样，然后我进去之后，后来又延了，后来对，后来退伍之后，怎么又有一批新的预官进去了？你是同一年吗？同一年，我们应该是去当兵的吗？没有，因为我念硕班，他是直接进去。对，我先去当，那应该绝对不是最后一年。对，然后那时候我出来的时候想，怎么他还有预官的人在里面？赶快去当预官。那然后另外一方面也是想说，就是我自己的想法啦，就是如果我读完硕班再去当兵，对我来说反而是一种中断。那不如因为你是没有那时候就没有打算念博班吗？还是博班有在考虑，也是有考虑。因为如果你要那时候有考虑博班，那时候在当兵也是，因为你认为硕班已经先做过一些实验了，然后就中断了。因为你大学没做过，所以先去当兵没差。对啊，我了解。然后出来读完硕班再考虑博班，因为以当时的状况，我没有进实验室，我很难直接申请博班。对，所以我这个路线是势必需要先读硕班。对。考上可以保留1年哦。可以，不止1年哦。我记得可以保留我记得好像可以2年，好像。但是只能是当兵的理由，还是可以先去工作再回来？好像是什么理由？什么理由应该都可以，都可以，什么理由都可以。只是当兵非常好用，不可能不太去。OK， 当兵应该先当兵。我知道工作可以，工作可以。所以你当兵放空。那当兵也没有在想事，因为你根本就还没做过实验，那时候只能放空，对，只能放空，对，练身体，好，体验不一样的生活，练身体，对，体验不同的生活。对，从那个时候开始你才变那么壮吗？还没有啊，其实两码子，两码子，好，所以好，时间回到你当完兵了，当完兵之后去念研究所，这时候你有继续接触一些创业的 idea， 或者是开始要组建干一些事情吗？那时候其实就是大家读过硕班的话，可能都在做实验啊、看论文啊、写报告啊，每个礼拜的进度报告啊什么的。可是那时候其实我们老师其实也蛮开明啊，因为那时候我就想说，还想要去接触一些不同的创业相关的东西，那我们老师基本上也不会阻止我们选课，继续修课，我还是继续修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都是创业，也不一定是创业。我修过另一个，我还去修那个叫什么？公数。然后被当，因为后来我就没去上课。了解，对，发现无法那个，对，无法精通，对，那个太困难了。所以创业的课都带给你成就感嘛？创业的课成就感嘛，倒也不一定就是对我来说很有趣。什么动力就是有趣？哪一部分？然后去认识不一样的人，然后去激发一些自己不同的思考。对。然后那时候其实也不算正式的修课，是我们学校的生技中心也有在开生技创业相关的课程。那我就想，对，那时候，我后来去修的时候是，我也有去上。但那时候好像跟你错开，那也是一系列的，对，那也是一系列的，他也是有分一届这样子。我们刚好错开，因为你先去当兵，所以错开。对，在生技中心。那时候你有看到什么题目是你想要往下做？其实那时候这个课程主要也是做大家组成一个团队，然后做创业的发想。那时候也是因为这个课程让我有了第一次创业的机会。就是我们在那个课程中认识了一位学长，那个学长就以他的在博班所开发出来的技术，我们以这个东西为创业的题目，那也最后也有获奖，然后获奖之后大家就开始讨论，那是不是就既然大家有缘分，尤其又获奖了嘛？你是说在课堂上面获奖？对，那就要不要直接试试看？那个时候我记得那个没有奖金，
还是没有奖金啊？都没有奖金。对对对，所以我们有这个想法之后，其实距离公司成立还有一大段时间。对，那时候就是做筹备跟募资。哦，募资那时候结束之后就去募资了。课程结束之后就开始做了一系列的规划跟募资。对，所以那时候学长，那时候你负责什么？那时候其实基本上因为技术的开发基本上已经是差不多的，只是它需要后续的一些验证，因为技术在那时候其实是做药物的一个新创公司，那药物的整个的开发流程到最后的生产到实际上市，其实整个流程非常的长，对，它需要很好的规划。技术本身完备之后，它还需要做到很多实验的验证。那时候其实我们也都没钱，对，因为做这个药物开发的新创公司其实非常烧钱，所以在最前期的话，我们都是做整个的算是公司整体发展的规划，去建构一些完整的一些 milestone 啊，或者一些规划，主要都是做规划的东西。规划哪方面？规划不论是在资金啊、实验的需求啊，然后到最低的就是最基本就是，我们要找一个实验室，我们要规划实验室要做哪些东西，需要多少钱。那没有钱嘛，那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计划去找人募资，募到钱之后呢，我们还要再去接着去申请政府的计划，来放大这个我们可以用的资本这样子。那时候做完这些规划是去执行的时候，也是硕班那段时间就开。那时候其实硕班已经毕业了。对对对。得完奖得完奖的硕班毕业。我记得那时候应该是毕业，那时候我刚好就继续留在实验室当研究助理。是研究，然后继续参与了这个公司。对，因为研究助理本身算是比较有弹性的一个工作。在我们老师实验室啊，对，比较弹性。那就是比较有时间去做些其他事情。如果等待实验的空档就出去。对啊。所以这个第一个参与的这个公司，中间经过哪些关卡，然后后来怎么收的这样子？最大的关卡其实就是募资啊，因为那时候其实整个的团队其实说真的就是没钱。是。那个没钱就是所有的药物开发的那个钱是真的是非常大的很可怕的。是。所以那时候其实卡了很久的时间，其实是在募资这一块。对。那可是最后说真的就是一个缘分。就是找到一个愿意投资的投资人。对，钱不够用。钱不够，那时候基本上没花什么钱啊。我是说等到后来你离开的原因是因为钱不够用。倒也不会，倒也不是。那后来是为什么不做了这样？就是他继续在运作，还是持续在运作。那时候你离开的这段故事可以分享一下。最主要的，其实那时候我们分了，除了这个药物开发的公司之外，我们还有做一些宠物保健品的品牌。因为其实直观的想法其实就是药物很烧钱。那我们去用其他可以卖换钱的产品，我们实际的去市场里面跑看，然后赚一些现金流回来。所以那时候其实主要有分2个的体系来同时在做运作。可是就像其实我在一开始前面有说到我被当掉的那个课程嘛，其实一开始找的伙伴其实未必真的可以一直可以走下去，因为我们在整个相处，我有发现大家的做事的模式真的差很多。模式怎么说？就是做事的模式不一样啊。模式。对啊，跟想要的策略面的东西，就是整个的心境，对我们来说，我们几个讨论下来，觉得差太多了。就是有些人希望稳一点，那可是对我们来说，那个稳到所谓追求稳健的话，已经是停滞不前。停滞不前。对，那时候你加入这个 team， 当时刚进去的时候有什么期许？然后后来这个期许没有达到你的期许，这个期许是什么？期许的话，就是实际的把一个药物开发上市。对，因为我们以前在念书，念这个药物学这个学程，就知道它是一个超级漫长，而且在台湾要搞这件事是相当困难的。对，所以那时候你是怎么被感动？为什么觉得可以加入？是因为我们走了不同的路线、不同的策略，想了一个可以快速上市进行这个药物验证的一个策略。对，那可是到最后并没有想象中的
时间没想象中这么短，还是？应该是说就是整个的东西运作上面其实没有符合自己的预期。对，其实没有真的很快，然后对，整个一些做事的模式，大家相差太大了。这样大概多久？就是从大概待了3年吧。那也相当久。对啊。所以那一个阶段，你就是全力的在负责它哪一部分？全力的第一个就是刚刚说药品，就是有了投资人之后，那就可以开始去做一些这个技术的实际效力的验证。是，但我说你个人投入的部分会，个人就是当然比较偏向最重要的就是一些的试验，然后最主要的其实投入在整个计划的拿政府计划的部分。所以你也有负责去找钱，然后你也有帮忙研发，可以这么说。试验对。对我来说，研发跟实验是会拆开的。业务你也有去帮忙卖，也要。所以基本上你就是你们的分工就是每个人所有事情都有做。对，没有在新创公司没有的确是不会有非常明确的。所以那时候大概几个人？这个3个人，然后3个人每个人都做所有事情。差不多，就是大家混着做。了解。所以后来就是剩下学长自己弄了，现在。好。然后你走了之后，你是怎么找下一个的？找下一个还是这中间的故事。找下一个其实就是那时候团队主要的是3个人嘛，那有另外一个跟我一起离开，那另外的这一个他也是另一个学长，是他的亲戚刚好开了一间也在做新创的东西，那他们除了做新创的产品之外，他们也新创产品的开发之外，他们也想要做一些行销方面的案子。那刚好我在第一家里面，刚刚有说我们有做一个宠物保健品的部分，那刚好我那时候就是接触到一些行销的东西，那他们就就把我找去，那既然他想要做行销，那我就去那边帮忙，然后所以我就想，因为其实在离开第一间公司的时候，我就想说要自己弄自己的公司了。那时候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你有找到团队来帮忙吗？还是说你想要单干？还是那时候会有这样的想法，其实是来自我硕班的老师，他介绍了我，他那时候叫我去研究一种虫，叫做黑水虻。对，那时候我就开始去养啊，去研究。那我那时候觉得，黑水虻确实是一个不错的东西，它它是东西，一种昆虫，生物，对，一种生物，对，生物，对，它是生物。那我就想，或许这边其实就可以有机会尝试看看，去把这些东西去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出来。是，那时候我就有想说，那我就可以自己成立公司，然后来做。那时候是老师想要帮你一起，也没有，就是他提供个 idea。对，是。对，我想拉回去前面刚刚你离开的那一段，因为应该可不可以分享给大家你们怎么和平的拆伙？我们没有很和平，没有很和平，对，大吵之下愤而离席，真假？对，就是你如果这样回到那一段，你觉得有哪些部分是可以建议给观众朋友们？如果我将来遇到这样的拆伙的这个时刻，你会怎么处理的更好？处理的更好，其实说真的也不一定会处理的更好。那可是我是觉得，如果觉得需要离开，那就离开，对。那如何在事前准备，在合伙的那一刻，比较的预知，或者是大家有一些公司来先谈好未来可能拆伙的那个情境，有这可能吗？我觉得团队一开始建立的时候，的确真的很。尤其不是很真的相处很久，没有啊。其实有些团队相处很久也会拆伙。那时候你们应该是先认识一阵子，先认识，算是认识一阵子。对，那后来觉得，其实，在工作模式上面，其实并没有非常的契合。那势必最后就需要离开。那我觉得，以新创团队，尤其跟别人合伙的时候，其实非常多人都建议，一开始在团队成立的时候，就要想好之后怎么解散。如果真的要遇到解散的时候，该
该怎么解散？我觉得这变成是团队成立一开始最好可以尝试看看去讨论。虽然讨论这件事情真的非常的尴尬，对，因为一开始就先讲奇怪，对。那可是如果一开始有讲好，那大家或许离开的时候就不会那么多的疙瘩什么的。那时候你们这样离开钱这块有处理好吗？钱就是你们钱这块，你是当时投的股份就有拿回来，还是说怎么去处理？因为我们那时候的股份都不是投自己的钱，我们完全是拿投资人的钱。所以你们是用闭锁型公司吗？还是我们那时候是用闭锁型公司，所以是对，然后是投资人大投资人的钱，然后大家再去分。对。所以，但是如果是这样子的模式，你们离开之后会有拿这一笔钱走吗？还是就是不会啊，空着口袋离开？空着口袋就还是有股份啊。离开，但是你现在名字其实还是有，对啊，只是你不参与事务。对。对。那就过了这几年，那一边会有分红还是什么？没有。新要开发的公司前期绝对不会有获利，但是你现在名字还在那，对啊，所以你们后来谈的共识就是大家还是也没有什么公，就摆着。但是就学长后来有另外找人继续往下做，有，是，所以这样算拆伙吗？你的名字还在公司上面，对啊，对，只是你没有参与，对啊，只是没有参与啊，了解。这个模式，你们那时候有去找律师来谈吗？律师来谈，应该是说，就是因为好像有免费资源可以去咨询说，应该是说，其实不太需要，那时候状况不太需要律师来谈啊，因为也没有要分什么东西，对，就摆着，就是离开啊，就是离开啊，是因为你也没拿钱走，什么都没有，对啊，就是这样，对啊，也是一个特别的分享，因为有蛮多是拆伙的时候都在讲钱的事情，有些事是没有，但是那为什么要吵架？我说没有跟钱没关，你们当时是就是做事模式的。我说拆伙的当下，你们不是大吵了一顿？对啊。是因为累积很久了，做事方式不同。对。了解 ，OK。所以你重新回到现在，你以后如果找人一起合作，你会先观察他的，你要怎么观察他做事模式啊？因为你原本也跟他们认识一阵子之后才合作。对。那说真的，这件事情就变得从一开始的你分工要做什么、彼此什么的，就变得需要先谈好。那现在对我来说，说真的，就是即便跟认识很久的人合作，能不能顺利合作下去，我自己也都不知道。那这样的情况之下，那对我就会觉得会回到一开始就是说，先知道怎么分手这件事情。那你会怎么设定？你会怎么设那个底线？就一开始，我觉得这要是 case by case 看那间公司成立的那时候目标是什么，那决定做到什么样做不下去的时候，要停止拆伙。它可能是有一个阶段这就回到这就可以进入第二间公司。第二间公司你决定跟学长进入，就是你们一起离开，然后又一起做一个，是因为他的工作模式跟你比较吻合吗？是的，因为我跟另一个学长的工作模式默契上面是比较合的。OK， 因为基本上那时候的公司的大部分的事情是我跟他，一些行政上面的一些事情是我跟他来进行处理的，所以是默契上面、营运上面是比较一起处理的，所以在默契上面跟对这个人认识是更深的这样是。所以第二间公司你说主要是做行销，公司主体是做新创产品的开发，也是他们在开发一个新创产品。对。那你们进去之后，你们开那间公司，你们是怎么去重新分配那些股权？那间公司其实是一开始就是开好的，一开始就已经成立好了。那他们只是在做重新的股权的分配。那时候其实因为那时候其实我自己已经在想要执行自己的公司了，所以我想要用那个虫子黑水虻。对。然后所以我加入这间公司，说真的就是有一点同时做这件事情，
那他们的讲，那时候其实也没有很严格的签约啊什么，只是讲好一些，就是一些讲好，都是讲好。所以说之后要怎么处理啊，股份啊什么的事情，就是讲好。讲好，所以没有名字没有进去，没有，幸好没有进去。钱有进去，钱他们我也不是以投资的方式另外进去。对，了解。但是你第一次已经了解，但是你第一次已经有一个经验，你第二次我为什么比较没有想要走比较正规化的去处理这个合伙的事情？当时是什么考量？因为对我来说，我的重心还是放在自己的公司。哦，对，那这间公司说真的有没有股份什么的，那个其实我没有真的很在乎。所以当时你那间公司对你来的说的期许是什么？对我来说去打开不同算是打开不同的视野，跟去做一些实际执行的一些尝试。哦，对，是想我简单说，我想在那边练兵，了解补强业务方面的技能吗？还是行销啊、品牌的经营啊，或者是一些通路的规划啊这些东西。所以这中间那一段没有去，那时候你要头部在做这个黑水虻的事情吗？就有开始执行。对。然后后来又怎么离开了？怎么离开哦？这个离开就是你说离开那一间公司嘛？对，又怎么要进下一阶段？怎么进入到下一阶段？就是总之呢，就是那个，反正就是对，创办人把公司的钱领光了，然后让那间公司连货款都付不出来的一个状况。那个时候，这个情况是你怎么样在什么情况下知道？在什么情况？然后事后回想，有什么办法避免这种事情？事后回想，因为这个给观众朋友们听蛮有价值。如果跟一个合伙，他有天捐款，其实以前台大的某个教授，他也开了一间公司，他也是找了某个人，然后他也是捐款捐走。那时候我有个同学也有去投资，他当时一股为30万，我记得是30万还是15万为单位，他们成立一个社团，说来上这个课的同学们都可以来投资，你们可以认领股数。然后募了大概1500万吧，我记得。然后后来跟老师合资的那个人用业务，他的名目叫什么？业务使用还是什么的？就是他把钱搬走了。哦。然后那个公司也是破产，然后所有的同学都没有拿到钱。所以那时候我就那个时候应该是我硕班毕业后发生的事情。然后那时候听到就一直也在对跟别人合伙这件事情觉得要很小心，对，但是好像难以避免嘞。有时候你如果没有真的看懂对方的人品的话，对，因为说真的，银行账户就在他手上，他想要把钱转到哪里，对啊。说如果单纯以一个股东来说，其实他根本完全没办法。所以那个有大小章那个负责人，他人品是要真的很重要，最重要的那个。这个真的蛮重要。那当然有一些防止机制，就是你的银行账户的钱要转出去，他有很多人签合，然后会计钱，对。但是一般来说，公司成立还没有这么复杂的，不太可能会去做到这种事情。哇，那真的是有时，而且通常会做到这种事情，其实是大家是很平等的去做了一些就是工作的分配，可能一开始3个人，那可能就3个人，这笔钱就需要3个人签合，那这件事情会变得非常麻烦。对，因为每一笔钱都要对啊，很难处理。那对于新创公司来说，很多人都会想说算了，对，就相信他一个专门负责，对，那就出事，可能就会出事。对，哇，所以就是钱不见了，然后你那时候也赔了一些。因为有借钱给这个公司去处理一些事情，是，然后就不见了，对，戛然而止，对，戛然而止吗？对，大家可以算是就突然就怎么发生这种事情？所以东西也还没学到就没了，东西因为也大概在里面待了1年，其实该有的东西有做了一些尝试，那当然也有去接收了一些他的资源。说真的，就是像我第2间公司第2个行号，其实就主要是接收那边的一些资源、货品的资源，然后再继续做销售这样子。是，了解。所以接下来你那边离开之后，你就
马上就搞了公司了吗？马上，还是中间又经过了什么准备跟什么契机？还是你就拿着当时其实资源第一间往下公司的时候，其实很早就成立了，只是那时候的重心其实是放在想要开发黑水虻相关的产品。是比较偏向宠物的公司。对对对。那可是那时候其实我已经开始接触在虾皮经营这一块，所以那时候其实我已经开始在经营虾皮了。是，所以那时候整个公司停掉，对我来说反而是好，那我就所以宠物那间公司是在同步那个时候就另外成立了嘛？对对对，那时候其实那时候就开始在卖。对对对。哦。对，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进来那边，就不是钱都消失了，那就专心来弄。那个时候虾皮你成立公司是你月营业额满8万才还是一开始就搞？因为其实是那时候公司一开始成立的目的是想要开发黑水虻的产品。是，那只是那时候我开始觉得，因为其实，在那一年对我来说，也有一些去让我自己思考这些问题，就是一个新品牌的推出，其实它需要投入很多的资源。以那时候的我来说，其实不太可能去做这样这么大风险的一件事情。那对我来说，我会想要先把自己的销售的管道能够布建好。然后去累积有好的现金流，健康的现金流来去支持我这个产品的研发。所以那时候我接触到了虾皮，因为那时候我们在前面2间公司主要经营的重心也都放在虾皮上面，去上面卖一些东西。是，对，那时候我就想，那延续在那个时候学到的东西。对，我就看到有些人开始用不同，应该是说比较正式以虾皮卖家的一些经营方式，我去接触到。那时候大概是几年？2020还是？不知道，大概已经记什么时候我也忘记了。因为虾皮在后来某个时间点之后就开始比较难一点，对，比较难去切了，对，限制比较多了。对，我那时候算是不能算是其实已经过了虾皮好日子已经过了好一阵子了，好一阵，它已经快要没有那么好日子的时候，我刚好切入。是，就那个时候切进去的是宠物相关的，对，宠物的食品用品那些的，主要是用品，了解。那个时候你开这间公司就是一个人独资吗？一个人独资，也没有有一部分是跟我女朋友一起合资。那时候所以就变成合伙，2人合伙，男女朋友合伙，对，新的合伙关系。那在这个过程中，你的情侣合伙，工作，你刚才讲的工作模式的观察，你有先观察他工作的模式在那个吗？还是说就是女朋友，反正女朋友直接合伙了这样？那时候的话，我会想说，因为他在行销这方面也有他自己的专业，那由他来负责那一块。了解。那我自己其实会完全的做虾皮经营这一个部分。是，对。所以你们的工作就有区分开来。他是负责那些文案吗？还是他主要会是负责后续网站的规划？对。所以切开你就比较不会有争吵。你们业务会有重叠吗？不会啊。所以到现在就是已经比较偏向有分工了。分工算是不会互相干扰。但是那你们需要彼此讨论的东西是什么？你们会哪些东西是要拿出来讨论的？还是就各做各的？就各做各的，基本上其实算是2条线，有钱有进来就好了。对，2条线。有在赚钱，2条线是。那如果钱营业额下降，你们会做怎么处理？你们怎么讨论？因为你们2边完全没差，因为他自己有工作啊。但是你啊，你那时候全职进来没有？你在这边继续做工作吗？对啊。你们2个都是有工作，然后另外一起做这个公司。那时候是对。那现在呢？现在我的主力就是经营是这虾皮这一块，那还有其他的兼职。所以现在后来你另外一间是食品承接上一间公司的一些资源，又开了一间，那间女朋友也有参与吗？没有，那个就是行号不会有。是那个为什么是开行号，然后萌宠不是萌宠，叫做什么？宠物的那一间是开有限公司。开有限公司，为什么有这样的差别？因为
那时候我的主力放在宠物产品的经营嘛，那可是手上刚好还有一些食品类的东西，那我就想说，反正都在之前也都在卖，那我就继续接着卖。对，我就说为什么一个是用行号，不是用邮对，费公司？因为一开始选择行号的东西，说白了就是避税，不用就是因为你的营业额不到8万的时候，你是连公司都不用成立。可当你的营业额超过8万到20万这个区间的时候，你可以去申请一个叫小规模的营业人。这时候你的营业税它只要需要1%。然后如果超过20万，你的每2个月的营业税就是5%。那时候是因为我那时候接着把它当做算是兼着卖啦。那它的营业也慢慢起来，那我就想说，那好，那为了节税而且方便。开行号跟开公司的麻烦程度其实有差，行号非常好开。那我就想，那我就先开行号，先开着，不是先开着，是因为我需要，因为我超过那个营业额，我不开行号的话，国税局被抓到会罚钱，所以我必须要赶快去开一个。但是我记得要在某个营业额以上，是不是就不能用行号？还是说每次不会，行号一直都可以使用，因为可是因为后来不用转公司，不用转公司，因为后来有一些考量，我也不是申请小规模营业了，我是直接开5%发票。但是也不用转公司，也不用转公司，它行号就是一个行号。那另外一间公司为什么也不用行号？另外一间公司，因为它有比较明确的合伙关系。行号是行号独资吗？行号独资。你要做到合资也是可以，可是非常麻烦，它是透过契约的保障，反而把行号开麻烦了。那行号非常，当然你要有合资关系也可以，可是行号比较难做合资的一些公司法的保障上面来说会弱很多。是，对，所以一般来说，一人公司的话，基本上行号就行了。一人公司可以开行号没有问题，只是行号跟公司有一个很大的差异，就是大家如果你去跟其他公司去做就是往来的话，你不是一个正式的公司，对方不一定会认真的跟你交流。可是当然有很多厉害的行号，他们营业也是非常可怕的，对，也是开很多厉害。对，那当然就是各有有优点有缺点啦。对，所以基本上我们在外面看到他是行号的，基本上他就是独资的人，基本上都是独资，他就是一个人掏钱的。对，对，是。我之前有一个客人 ，Kfer 的客人，他也是一直都是行号，然后后来有一天他发票就叫我改成公司，那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应该是取消了整个行号，转成公司，因为行号不太能直接转公司，它是要删除，然后把它里面的东西搬到新公司里面。一般来说，除了有新的人合伙之外，还有什么因素会想要让他转？通常另一个转的很大的原因是你要跟银行借钱。银行如果是行号行号很难借，因为行号等同于你个人，所以你进去借贷是用你的信用，个人信用，就是借信贷，就没办法用那个营业额那些去弄，因为没有401，因为行号好像没有什么401表。可以有，你开发票之后就有401表了。所以，但是他不能用401表去做贷款。对，因为行号的层级就是跟公司不一样，它是绑在那个负责人的算是信贷里面，所以基本上行号非常非常难借钱。公司会比较好借，就是需要钱的。有些人需要借钱的时候，以很多人以虾皮的经营来说，很多人一开始都是用行号，因为营业额到了嘛，就开一个行号。可他们后来持续放大的过程当中，他们需要借钱的时候，他们就需要把行号关掉，改开公司。需要进更多货。对，所以一般8万以上就基本上先去开个行号，如果是独资的话。对啊。那如果是合伙要开虾皮，就麻烦，一开始就搞公司。对，如果只是做虾皮的话，其实你超过8万也不一定需要开行号。因为它可以直接跟政府申请，你用放在个人的，那这样不要缴很多税？不用，它税也是1%，也是1%。那这样干嘛去搞行号？为什么去搞行号？就是比较正规啊，比较正规。对，了解。
所以确实，如果你要压在20万以下，你的行号都可以不用开，就是用你个人，但是就比较难去叫货了，因为一对啊般去进，对，就是你一直用个人名义来处理这件事情。所以你目前的如果以业务来说，主要就是通路就放虾皮，有别的地方吗？目前没有，可是要、单压一个，对，所以要赶快不能说逃跑啦，要开始布件。对，所以2间公司都是压在虾皮对上，对，哦，也算相当勇敢，就是你因为专心的做虾皮，对，虽然虾皮他们的整个的可能常常听到他手续费调涨啊什么的，可是这间公司它也不可能说倒就倒啊。说真的是，那它就还有对我来说，就是可以在里面先站稳脚跟，然后去把自己的根扎得更深，去向外布展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机会吧。对我来说，你在做虾皮的选品的策略，你一般会先考量什么？毛利还是毛利的话，你会抓至少有什么抓至少多少趴以上，你才会去考虑进的这个标准？最少一定要扣掉虾皮的抽成，要能够赚钱。这是最就是抓最基本的。包括它的那个特殊优惠的那些抽成，对啊大概对啊对啊多少趴？我最少虾皮抽成的话15%，就抓最少15%。那你要把，但是你自己预期还要多赚的那一段，大概会抓多少？那个就是真的每个产品不一样。但是我意思说，你考虑某一款产品能够进到你的卖场的这个标准，应该有一个标准。是有一个标准，低标可是它这个同时也要考量那个产品的特性。如果它本身是品牌作为引流的话，是那引流款基本上就不太考虑它的那个利润了。对，就是它毕竟是直接自带流量的东西的话，那利润上面就可以比较多的弹性的空间。那有些比较厉害的卖家，甚至可以做到负毛利，他也愿意做那支产品。因为他引进来去买他的主产品，那主产品会怎么抓？一般来说，主产品的话，说真的，这真的差别很大。这太2太大了。间公司一个食品，如果以食品来说了，食品你那一间公司来说，食品的话，一般来说怎么做比较能够健康的往下做这样？怎么抓那个毛利毛利最少要毛利等一下3成以上。 ？3成以上，留个2成继续去进下一次的货。留着2成进去进1下一次成最少一成被虾皮抽走，最少，对啊，然后大概还剩2成，2成，那你再进货，大概再留1成，大概就剩1成放口袋而已。剩1成放口袋，1成去进货，不会有1成去进货这件事情啊。就是你要你每一次赚进来的钱多出来的钱，还要再进下一次的。如果是以不用啊，因为你卖出去的那一批钱的货款已经有啦，对，对吧？但是是付上是你要放大的时候，你你要放大的时候，你想多进一点货的时候，你才必须要从你的毛利里面抽一部分的乘数去来做放大。可如果你已经跑很稳定的产品来说，其实就不用考量你需要预留什么毛利，因为基本上对放大的那一部分才要对需要有放大的时候才需要考量这件事情。是合理。但是那样是在固定品项的，就是你多了品项就会对多个品项的时候，就是需要所以其实很多在成长的很多，其实不一定虾皮卖家或者成长的电商，其实都会遇到这个状况，就是你在成长，可是你手上没有什么现金，因为你需要备更多的货，下更重的广告。对现金就绑在货里面，又买下一次的货，对固定一笔钱在那里，躺在那里。然后比如说行销费有时候100块也是固定的。每次真正10块放进口袋，要让10次才真正把那100块拿回来。对啊。那在这中间，你刚开始你的第一个虾皮公司，你们投了大概多少钱进去？然后大概多久之后才开始有一个真正回本？其实一开始我投在虾皮的资金很少，不到20啊。 20开始滚，其实连20可能都不到，因为我的第一批货我没有进到10万吧。了解，近10万，因为我那时候比较没有压力，因为我还有另一间公司。是对，佛系经营，慢慢一开始确实蛮佛系的。哦。
那时候这中间，你后来这样子放大的这个过程，可以分享一下。放大的过程，其实如果以虾皮来说，放大这件事情，你说金额的部分，我说多少？你刚开始进10万，那你拿捏这个过程一直进更多，对啊。然后你怎么拿捏你拿进来的钱？还是你没有在算？就是有赚就投，继续投。对，一直往下。因为对我来说，我的想法，因为就是赚多少钱，我就直接再丢下去。所以你会拨多少放自己口袋？以我来说，我目前没有什么拨到，就是我都一直继续丢下去，这样子。可这件事情其实不好。对，这件事情其实不好，还是比较建议就是需要的去做一些预留的东西，存到做预备金，这件事情才会比较健康。是，对。可是对我来说，我觉得以我的环境来说，我可以做到把所有赚的钱去再投下去，没有问题。是因为你有另外一份工作，而且刚刚说，对我来说，我的副卖场其实它很稳定。对。但是你说稳定是稳定的卖，但稳定的利润进来。但是你不是说你又把它再投去？我说主要是宠物的部分。现在宠物的部分目前还是没有把太多利润拿出来，都是放大，还在放大。对。所以这样也过了3年。对啊。都在放大。然后你用另外3年没有3年，没有3年。1年多而已啦。1年多。对啊。3年是我离开，没有啊，3年是我前一间公司待的时间啦。但这跟你一开始你的预期好像有点，还是你把时间走，你是以5年之类的为单位去看这件事吗？因为刚开始你是想说去做一些业务，让现金流进来。来，可能这个现金可以再去找人来研发，但是现在全都拿去投入货物，还是说你预期可能在5年后才把它投入研发这件事？你怎么规划这整个？对我来说，我会希望它放大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可以稳定的去养了一些。不能说养啊，就是找一些伙伴，养小伙伴。对，那这样的话，我时间才能抽出来去做这些研发的事情。了解。我自己研发上面也比较不会有压力，就是说我可能连下一顿饭在哪里，我可能都不知道。那我会希望把它放大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再来开始执行原本想要规划的事情。对，我向现实妥协了。那我聊到这里，我就想要问你，你有考虑过加快这个步骤吗？因为有一些人会考虑去贷款，或者是干脆再去找投资人，2种。你有想过这样子吗？这2条路。因为以现在来说，做虾皮真的不太适合不太需要找投资人。因为它其实会让整个东西变得很复杂。因为你原本做虾皮是为了要把原本另外那个产品研发出来，那个虫子的产品，但是虫子产品需要现金，你可以去贷款或找投资人，这部分你是怎么想的？单就研发这一块的话，我目前完全没有想要去贷款跟找投资人，因为对我来说，我还是希望比较这个公司真的非常稳定之后，非常稳定不能说非常稳，就等它稳定之后我再来做这件事情。那我现在的目标会放在整个的经营这些卖东西的这一块上面。那我的考量会是，我会去贷款来做持续放大这件事情。对，贷款。可是我不会去找投资人来去让我做放大这件事情，因为那其实会让整个公司模式变得很复杂。那如果你会找投资人的话，会是什么理由？以我现在来说，以我目前想要做的事情来说，我不会去找投资人。可是要是我跟其他人有什么其他新的创业的点子的时候，我需要对，我知道我没有办法负担那样的金额的东西的时候，我就会去找投资人。可以我觉得我现在做的事情来说，他没有真的需要投资人的钱。你是说虫子产品的研发还是虾皮这块？因为虫子产品那块感觉就可能会需要。对啊，可是对我来说，即便对我来说，如果我现在去借了钱或者找投资人，强行先把虫子产品强行打造，那他反而让我的重心不能放在先把这个公司放大到稳定的程度的时候，对我来说，这不是我想要走的路。
对，你想要稳健的，稳健到它有一定的程度之后，有余裕了，我再推这个产品。因为以我自己的考量，这个产品到现在适合推出吗？我自己还在看这件事情。法规方面也不是法规，是大家的接受程度。对，还有接受程度。对，对我来说这才是最重要的。那现在也有其他人在推出类似的产品，那对我来说，他们在帮市场暖身，我不一定需要这么急的推出。你比较偏向是你想要走后进，比较后进，你不想要当第一个。对，你等市场开了你再进去。对，听起来是这样。对，哦，或者是说，那同时当然还有，如果对我来说能够把原本在虾皮这边的东西能够做得很好，做到一个更广泛通路的布局的时候，对我来说推广这个产品会更容易。那我现在先把所有的重心放在前面卖东西，把东西卖好这个阶段。我把所有的心力来放在这边。所以原本这间公司规划的重置产品的部分，我反而是先让它放缓的。哦，放缓。对。所以你其实目前虽然2间公司，但是你的主业公司是宠物这一间。对。所以我看你那宠物那间公司的粉丝数比另外一个卖人类食品的多很多，是因为你特别经营它，还是说这块市场就是比食品大很多？对，就是宠物的食品比人的食品大不能说宠物的人类食品绝对是超级大的市场，是我选品的那些东西，它的市场的天花板就在那边了。哦，其实那些天花板就是卡在那边，那只是因为没办法选到更可能，所以你认为如果人类的食品如果有选对，可能还会更多吗？一定会。但是因为我看2个的倍数差超多，一个是可能1-2千，另外是1-2万，因为本身产品的数量就有差了。哦，对，两边卖场的上架产品，因为对经营虾皮这件事情，单就经营虾皮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你选了品，决定了你的一切，不能说一切啊，不能讲一切，就是决定你的规模天花板可以到什么程度。那你多选几个品，你的天花板就不断的往上的堆高嘛。那我宠物的品我选的是很多的，所以你的逻辑是，你会去看虾皮本身就有卖的吗？还是你会去哪里看这个市场，观察这个市场，选择你要切入？最主要的话就是第一个一定从虾皮看，那个东西要看已经有卖的，已经有卖类似的，对，或者是大家想要找的这一款东西，它在虾皮上面是有量的，就会去找。那当然也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是，对我来说有些品就比较莫名其妙，就是虾皮原本其实大家也都不晓得这个东西，可是厂商找来，或者是厂商刚好遇到有缘，那我就进，可是他卖的出奇的好，对。我自己也很压抑，有些这种产品在虾皮上面其实一开始是没什么量的，所以就你的观察，你有那一种爆品是原本市面虾皮的这个平台上就已经就没什么有卖家卖很多的，然后你再切进去，然后你又接近可以超车它的那一种情况。可以，那这样子你用什么手法去办到？因为刚开始它有个先行优势，它的售出数就超多，然后你刚开始是0，那你是怎么去碾压它？没有到碾压啦，就是大家都还是在一起竞争的，在这个市场一起经营，不要讲碾压。OK， 那可是，我觉得虾皮是个蛮有趣的地方，就是大家虽然卖一样的东西，可是的确你卖越多，大家越想找你买。可是就是有些人，他就是不是，他不会挑最热卖的，总是能够捡到。其实那时候一开始我经营虾皮的，我去上的课我就学到，它其实就是去吃大卖家掉剩的渣，那块饼掉剩的渣，跟它分一点。那你到处多分了一点之后，你会慢慢的有了自己比较能够吃得饱的饼了。那时候你就可以再去想办法去不断扩展，去让你的卖场更全面、更健全。然后你自己能够吃到饼会越来越多。那你不一定真的要完全抢走那个大卖家的饼。你只是分它一点点血，可是你那些血烧起来，也够吃。所以你的建议再多找一点血的来源要多一点。确实。在以虾皮经营而言，品项的多寡，来说，确实会蛮影响经营的规模。可当然有些很厉害的，有些独家的品项，确实也可以单靠一些品项就可以冲到很高的营业额，确实也有，就是不太一样的经营模式。
是。他们如果是那样，他们以你的观察会是什么偏向？是比较独一无二的。独一无二确实会需要。对。那以虾皮来说，你接下来还会有什么线上的策略或线下的？线下的策略，线下比较不考虑吗？线下比目前来说，对我来说，线下经营的成本太高了。是。虽然所有的电商现在的主流都会想要做实体的部分，虚拟实体的整合，这是必要的。可以我现在能力来说，我还做不到。可当然未来持续放大之后，有机会的话，实体也一定会做。是。那以现在线下来说，可能最多就是去参加跑市集吧。去市集，实际的去了解，实际的去跟事主朋友去对话，去了解他们的需求。对我自己来说是觉得应该是蛮开心的。对。那线上目前你还有看到什么机会？除了虾皮之外，你觉得还有什么你想要切进去的？一开始你的策略为什么就是没有广撒，就是所有平台就丢，然后再看看哪个，就是专 focus 在虾皮了？因为对我来说，在这个时期的时候，我必须要专注在效率最高的一件事情来说。那虾皮对我来说是效率最高的。你是说你进行市场调查，觉得它销售的数量可以最多吗？市场也没有市场，就是实际跑了之后，它现在就是我效率最高的一件事情，那我就会必须要全力投入。那投入到一定的规模之后，我才会去把我的要做其他也很重要的事情，像 IG 的经营、直播，或者现在 YouTube 会吗 ？YouTube 之后说不定也会啊。然后就是短影音的经营，然后内容文章的经营，这些东西就可以慢慢撒出去。那其实很多不能说传统，就以电商来说，它经营的层面本身就很广。那我选择虾皮，专做虾皮，是因为现在对我来说这件事情效率最高。对。所以你没有给自己设一个 Plan B， 就是刚开始就觉得反正虾皮稳稳做一定可以切的，就是对啊，不会担心它如果变掉的事情。变掉的事情，变掉的话，你那一瞬间你的转移，那我就再重开一个，再买下来。我都系统性风险发生的时候，你说虾皮直接烂掉，像前阵子像 Shopline，Shopline 应该台湾在上面开网站最多的一个平台，开店平台。它前阵子一些新闻有涉及中资的一些新闻，那时候大家都在剉赛，想说 close 掉之后要移去哪？那其实虾皮更早期也有相关的，就是他在起飞的更之前，他那时候也是说什么中资，对。那你们有设定一个 Plan B 吗？有设一个 Plan B？ 因为对我来说，虾皮现在应该还是蛮稳的，因为他说的他真的要变掉了还是怎么样的，他早就变掉了，因为他已经在台湾待了够久，而且他在台湾的投资，尤其他的店到店已经开成这样子。说真的，他要直接倒掉，可能反而会有点麻烦。我想要问，就是说你没有考量到那个像是 Momo 或者是 Momo 还有哪一间啊？像 PC Home 嘛 ，PC Home 像这一种的，你没有考量到的原因？现在是有，一开始没有，是因为这些传统的电商平台，它需要比较大的进入门槛。它其实是对一个新的，你想，对，它好像要看你的营业额有没有到，像东森、对，而且要付很高的费用。它费用其实不低。是。那虾皮绝对是以台湾目前所有的平台来说最容易切入的。当然，Momo 现在已经推出了它的想要跟虾皮力拼的 Momo 比较虚拟的模式，对，比较迷你的模式。那这件事情就是，它也是我确实也有参加，有加入。什么时候会出现？什么？他们已经上线了，现在问题很多。是哦，问题很多。所以它已经有在台面上出现了。有，叫做什么 Momo 的 App， 这就是 Momo App， 就一般用 Momo， 你 Momo 怎么用，它就是怎么用。那只是这个 Momo 家的厂商混在一起，然后只是会多一个 mark， 就是说你是那，所以就不用缴很多钱了。不用缴钱。一般人也可以去报吗？一般人不行，一定要有公司行号。我是说有公司就行，有公司就可以。所以我也可以去弄。可以啊。好，来开一波。可是有些人，我昨天才听到啦，有一些比较资深的卖家，其实他没有很建议
当然新平台一定有它的新流量的红利，可是他们的倾向就是等比较稳定。因为现在问题真的很多。你是说让那些其他人先进去被雷爆？对，然后先存血了，他再进去，他稳定再进去。的确一开始有那些红利在，的确没错，或许真的一定会有，那可是也不用着急，因为这个红利不会1年之后就消失，那个红利会持续一段时间，等比较稳定的时候，他再进去，他也觉得他可以赚。你现在进去有被雷了吗？没有那么好用。OK， 必须要说它没有那么好用。OK， 跟用习惯虾皮之后，它确实对虾皮真的超好用。虾皮确实，然后再来我就觉得露天也还蛮好按的。哦，我觉得最难用的 PC。哦，我没有用过 PC，可有听过，太难按了，有听过他们的状况。是，对，然后接下来我想要聊的是关于你投资这块，你投资自己或者是往外投资这块你的经验。因为就我对你的认识，好像蛮常听到你投资自己。哦，对我很常去上课。是。那先聊投资自己这一块好了。投资自己其实也对我来说，因为我现在比较专心在经营虾皮这一块，是，所以我就去上很多课程，去了解那些真正厉害的高手他们怎么经营的。是对，那基本上我会去上。然后还有一些，那上完之后开始大家也开始注重短影音啊什么东西的时候，其实我也开始接触。那其实我最一开始接触的时候，其实是在最一开始第一间公司的时候，我需要学怎么卖东西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就也上了不少的课来学习怎么卖一个东西。怎么筛选这些课程的？怎么筛选哦？对，因为有一些价位也差很多，然后也不知道它到底是真假。如果线上，还是你会找线下的？线下就是我反而很少看线上课我都是上线下课是因为能够见到面比较不会被骗吗？还是什么原因？还是觉得比较能够学到东西？因为我去上的其实都算是蛮知名的，他在相关领域的口碑其实都还不错。你去哪里看这些口碑的叙述？让你觉得是可以相信的这样？有些他们自己都有在经营他们的粉丝团跟讨论群组，是那只能够做到这么大，他们的口碑其实算是真的还蛮好。没有上过课的人里面有成立一个社团，然后继续在里面分享。那个不是上过课，是他们官方自己成立的。自己那他们成立那个是里面内容是干嘛的？就让所有行销人员在里面做讨论。对。而另外有一些我对真的比较陌生的时候，因为一开始我去的那行销的那个里面很多群组很多在讨论嘛，有认识一些学长姐，那有些人其实也上过那些其他的课，请问一下就大概可以知道评价。是说那些人是原本认识的，还是线上加进去认识？原本在线下课程认识的人，那就稳了，因为现在很多人被骗，就是线上加一个群组，他可能不认识他，然后但那些人在群组里面推荐，比如说现在行销的，然后也有投资股票的那种对啊，很多人被骗，很多啊。所以你在筛选的过程中，你会先去找认识的，真正有见过他本人，你怎么筛？有上过课的人会问一下，那有些说真的，我确实也不知道，那就是直接上，对吧？没有那个防诈骗机制。防诈骗机制吗？因为钱都叫你先会了，然后再去。说真的，我第一个上虾皮的课程，真的就是不过其实都或多或少有一些实体的接触。我很少去上没有实际，因为我第一个上的虾皮课，其实就是比较接近我自己网络上找。可我会去找，其实是因为我在原本学行销的课程，然后他们跟他借教室，我知道了他们。我想谁啊？怎么有一群新的人来这边上课？我好奇，我去搜寻，我发现他在教这个，那我就想那我也。你说借教室去哪？借教室？原本行销课程那边。原本行销课程，然后你又看到另外一组人嘛？对，来跟他借教室，那我想他们愿意借他教室，代表应该是他们合可的。那可以上，那我就去上。接下来顺藤摸瓜了。对，可以这么说。那后面的课程其实也都蛮顺藤摸瓜，就是我又看到其他人有在教，那好奇他们教的怎么样，问一下人，或者是从原本的课程他自己跳出来，因为认识他蛮久了，知道他是个很厉害的卖家，那他自己开课，那就可以去上。是，所以主要
自我进修、投资自己的这一块，都是在学线上销售这块，线上销售，全部都在补足这一块。那除此之外还有投资什么吗？还是多余的钱主要就是基本生活跟继续强化这个技能？对啊，对啊，强化销售。对我来说这件事情比较重要。那在剩余的更多钱呢？你会就是丢活存摆着，还是说你会做什么？对我来说，对我来说，就像他说，我现在基本上就是把赚到的钱全部都是在买货。了解，所以一个创业者就是把钱全部扔去买货。那可这件事情不健康，这件事情确实不健康。他需要做一些现金的预留。那这个现金的预留，看你要活存、定存，你要去买股票，其实就是每个人。你会安稳的让他躺在公司的户头里，然后我觉得利息都超低的。如果真的安稳的躺在，可是利息好像都比个人的低很多。预备金啊，是，对啊。哦，所以就没有特别去投什么股票啊，有的没的。目前没有就是稳稳的把这件事值得思考，值得思考。对，值得思考去做这件事情。了解，因为其实很多公司，就连上市柜公司也一样，它有个业外收入，都是他再去投别的公司赚到了利得再进。对啊。所以这也是应该是迟早一个方向。尤其我们这种比较小规模经营的这件事情，必须要做得更好。是，对。所以你的比重就是，对啊，刚才前面讲到就是拿去支援宠物那一间了。那你预期这个模式，你有给自己一个期限进入下一阶段吗？就是你要接下来往虫子那一块的产品去做。对我来说，可能还需要2-3年吧。那个时候，因为有一些客观的条件，我必须要达成。对。那你会到那个时候来找伙伴吗？还是你现在已经，因为你那个时候开始要做更多的事情，你应该会需要帮手，就是还是说你会比较偏向你的哲学是外包出去，跟其他公司合作？基本上以做网拍这一块的话，一定是需要找伙伴，最起码要找人来包货。这种东西都是很基本需要进行，所以在放大的过程中，这件事情就是一定需要处理的。那虫子那块呢？因为目前听起来虫子是一个中层目标，然后那边要往下做，就是还是要重新找人。对，那一块你目前有去？我觉得自我学习这件事情就变成需要它有很多的面向。那以一个产品的开发来说，除了一开始的配发、研发这一块。那之后的外面的生产包装，那其实都是真的可以委外进行。那行销的部分，其实在原本的产品的销售、虾皮的那些销售，在做的时候，理论上就要把行销这一块，其实也要能够找到的伙伴资源都已经要纳入了。那最后这个研发的产品的部分，其实就只需要研发这一块。对。那这部分的话，就是一定是我自己一定是参与在其中。那要不要再找人，就是看当时的情况吧。是，了解。那现在刚刚是讲到投资自己，然后我想要问你，你在创业的过程中，你怎么看待钱跟你的关系？就是你做创业这件事情是为了赚得更多钱，还是说你想要达成你创业当初设下的目标，还是有什么想法？你怎么看待钱在这个过程中跟你的关系？钱跟我的关系其实对我来说，现在这件事情其实就相融在一起了。钱很重要，因为它是支撑我之后想要达成目标的一些事情。它非常重要。对。那为了达成这个目标，我需要赚很多的钱。所以你不是为了让自己，因为有蛮多那种人分享，他赚到钱，他要先去买一些什么东西的，他不是买货。我们可能是买货，他要去买一些好车、好房子。你会有那个想法吗？以我来说，我不会想要透过买东西，可我可能是想要去，假设真的稳定之后，我可能想去国外，然后去做 freelancer 那种情况，然后可以去考察其他的市场啊，能够对我来说，我想要达到的是让我变得更自由一点。对。那可是那些买东西、买车啊、买房子，这都是很棒激励自己的一个方式。这些东西是很棒的。
只是你比较对那方面没有欲望。对对，以你个人来说，我比较想要的是自由，自由，我想要更多的时间上的自由，时间上的自由，或者是地方上的自由，我不一定待在台湾，我可以在国外，我可以去看当地不同的风土民情、不同的市场的时候，台湾的事业它还可以自己稳定运行，这是我蛮想要达成的一个目标。当时你有考虑过，就是找一种也这么自由的工作，然后就专门做那个工作就好了吗？就是我意思说，找不到啊，找不到，有什么这种对我来说，我学的东西很少有。以我自己学生科的背景领域的话，对，那这件事情基本上我不去，一天到晚在实验室里面不太可能盯着做。那行销这一块，我自己对于只做行销这一块，我也觉得不是那么有趣。哦，对，是。那自己卖东西，那自己到最后自己开发东西，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好像比较好玩。对。但我后来觉得这个过程好像不只是也不能说它是自由，因为可能你事情要管得更多。但是就是好玩，好玩啊，好玩啊。那自由层面就是一个努力的目标。如果能够它运作，我不用不能说真的每天摆烂不做事，这种事情不太可能在一个创业的公司或者新创公司那边看到，而是你可以用比较轻松的态度看待它。对。那你会定义你目前是比较偏向艺人公司的类型吗？我现在就是艺人公司，可以算，但是就是有女朋友一起帮忙这样。对。以艺人公司，你现在选择艺人公司是因为还没有进到下个研发阶段，还是说你的主要生活的这个类型的主轴，你就比较喜欢艺人公司？应该是跟研发阶段其实没有关系，是整个放大的阶段。是因为现在刚好卡在一个需要准备放大、需要脱离艺人公司的一个状态。那只是我还被一些事情卡住，我必须要把这些事情处理完。然后你就要去找人，对啊，就可以开始着手进行放大这件事情。是，对。在之前2份公司的时候，你有找过人来帮忙？因为找人跟合伙好像又是另外2回事。找人合伙跟找人来工作是2个不同的技能。这方面你有去进修，或者是你有？倒没有进修，就是遇到了就是随遇则安，也随遇则安嘛，还是需要准备一下。是，对，因为刚才用人是现在还是必须的。对啊，虽然是艺人公司，也是其实也没有真正所谓的艺人公司。后来这样观察起来，它其实只是还是跟很多人在合作，并没有绑在同个地方而已。要看你的艺人公司的定义是什么吧。对啊，以那个书籍来说。就它的定义就很简单，就是实际上一个公司里面放了几个人，就是一个人制度上，如果只有一个人就是一个人，但是他还是可以跟外面的人合作。对啊。可是这件事情，它一定会被它的规模，它的天花板就在那边。是，当然，如果那个天花板可以让你过得很舒适，那其实也很好啊。对。可是我觉得艺人公司有它的天花板，就是在那边，不论你去怎么的合作。把所有事情都外包，它的天花板就一定是在那边。那你能不能持续的再把这个模式，你要去这个模式复制的话，那它就不是艺人公司啦。因为只有不断的复制，你的天花板才能逐渐的增高嘛。对吧？当然有些艺人公司，像我自己最常接到就是接行销案，他们一次可以处理很多行销，他一个人处理，那该外包的外包什么的，他们的对。营业额也是非常的可观，是对。那可是他们终究有一个天花板卡在那边，它其实就是这个算是就是中间人的概念，但是中间人也不一定有天花板，像是保险也算中间人，其实保险某种程度还是算艺人公司，他底下负责的这些人，应该是说这些公司，因为他只有一个人处理嘛，一天就只有8个小时，24拼一点24小时你都在工作好了，那你所有人处理的就是那24小时，你的天花板就是在那边啊。对，但是你聘人，你也是从他身上把一部分利润拿来，你跟别人合作，他也是分润给你。所以我后来一直在想，这好像这个界限就慢慢会有点模糊掉了。除非是真的很需要劳力密集的，比如说一间工厂，它就是需要
人在产线上面做一些动作，你就非得把那些人安放在那里。那如果是离开劳力密集，开始用脑力比较多，好像没有限制一定要把人绑在一个地方。哦，我觉得好像是这样。其实蛮多那种品牌产品的，他们确实会把行销什么都外包。有听过一些品牌，他经营的或许不错，可是他真的就只有老板一个人，他连出货都外包。对，确实可全以这样部外包。对。可是我觉得他在处理事情上面，终究有他的极限。对。那你会偏向于，还是你没有对自己一个？我一说，你会比较偏向一人公司，还是你会很需要很多人的？很多人一起干？因为对我来说，我现在觉得的一人公司就是一个人处理所有事务。是。这件事情本身就不是一个很好让他做放大的一件事情。对。对，所以对我来说，我一定会去找到合适的伙伴一起来做帮忙。尤其以我们这种虾皮卖家的业态来说，一定是需要找人的。我应该把问题设得更具体一些，就是你觉得外包跟搞一个全职过来，对你来说的差别？对我来说，因为一个只是把它所有时间买下放在你身边，然后另外一个外包就是以结果为导向，它要完成就是这个 case OK 了，你不用买下它所有时间，这对你来说，你会找一个全职专门进来的话，对我来说理想状态会是全职，因为对我来说，以现在来说，大家最常外包一定是行销这一块，是。那可是我觉得自己当你要做一个品牌的产品的时候，行销反而是你的核心能力。那你可以借助外面的力量来让你成长，可是最终你还是要把这个东西抓在自己手上。那自己养的人绝对会比外包的可能更稳定一点。但也可能离职，那就是那整个的公司的业务的传承这件事情来说，就他必须要做好，就是一个传承的系统，要能够记录下来，数据要能记录下来。对啊，虽然现在很多品牌的东西都是找外包，可是之前上过一些行销课程，其实他有说你自己做品牌的产品，你的核心能力就是行销，客户的经营，那这些东西你一开始外包可以，可最终你还要想办法把这些东西抓在手上。对，因为它是你的核心能力。是，对啊。我想要接着问，就是什么原因让你从第一间公司就那时候有开始接触宠物产品嘛？然后接下来这蛮多年以来，你的核心主力都放在关于宠物这块，是有对宠物有特别热爱，还是说是看到它的市场？对我们来说，一开始切入宠物产品是因为我们做得到，加上宠物市场确实在放大。那时候我们，所以这优先顺序，你排序会哪一个先在前面，你才决定就是你会先是因为你自己很喜欢宠物嘛，这会先排在最前面，还是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优先顺序，而是它是所有东西一起考量之后的结果，就是刚好这组合起来，这个 run 的最顺。对啊，那以我自己现在做生意来说，其实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东西，就是它都是一个综合考量的结果，没有什么很需要一定坚持的信念。当然不要做坏事，可能我说的是一些很多综合的你没有摆在最前面，要先满足那个才往下的那一块嘛？没有对我自己会觉得我现在的东西都是综合考量，对啊，有一个目标在那边，那可是那个目标是自己想要达成目标，并不是一个说是一定要满足才能的信条吗？是，对啊，就是对我来说一切都综合考量，对我来说就是每个东西看情况来讨论。了解，对啊。那以前2次你跟一些人一起经营公司的这个经验来说，你的心得，如果一个公司团队它能够团结并且比较稳定的一直走下去的这个核心秘诀，你会认为是什么？就是你接下来你的第4阶段也会开始找人，那你心中应该会有一个基准，说我要找这些人，然后我又可以预想到可能过3-5年我们还是可以一起走下去。你这个基准会是什么？就是你已经有前面2次的经验，2次的失败经验，说真的，什么东西能够真的一直持续走下来，
我说的我不太知道。那我自己思考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去真诚的对待他们吧。是，那起码自己真诚一点，那希望对方也会比较真诚的对我喽。那能不能真的持续走下不知道，4个才知道。对，止损有没有止损策略？止损什么意思？我拿股票举例啊，股票你刚开始买入它也是对它抱有期待，那后来发现它越来越不对劲了，然后跌到你某个地方受不了，你就想要跟他分手。比如说，然后现在套用到人身上了。那套用到人上，就回到他是员工还是伙伴，还是股东？股东很麻烦，可股东就像一开始说的，你就是一开始团队成立的时候就先想好怎么离开嘛。对。那员工的话其实更好处理，不适合的很多就彼此不相含。对啊，依照法规处理。对啊，就不要彼此互相纠结，不要互相那个什么。不要互相伤害，互相伤害，就大家好聚好散。对，所以的核心思想就是秉持着你真诚对待对方，然后对方要怎么做就随缘了，对吧？所以说对方怎么决定，我也真诚对待对方是自己可以掌控的，其他你认为是东西自己掌控，不能掌控的话，就他的应对方案都在嘛。股东就是一开始协定好，员工就是大家好聚好散。是啊。然后现在想要聊一下，就是2年多前那时候新冠的事，那一阵子对你的公司有什么重大影响？那一阵子其实对我公司没有什么重大影响，因为那时候我都还在原本的公司。原本的公司，你说自己的公司？哦，对，自己的公司对我来说没有影响，因为那时候都是比较轻松的心态做经营。我只后悔没有再早一点去切入，因为疫情的关系，让电商整个发展很快速、很蓬勃。如果早一点切入的话，其实会更轻松。对，所以那时候就是有上升吗？我切入的时候，其实疫情已经在末期了。哦，已经它的尾声了。对，所以基本上我没有吃到什么疫情的红利这样子。对。然后现在你的商业模式，其实你觉得你的3间公司的商业模式有什么转变？一路上这样有什么不一样吗？他们的模式完全真的蛮就是不一样的。业务上就是不管研发那一块，就是以销售这一块。单就销售这一块嘛，对，有什么进化？就是经过这3间这样子的。我觉得在商业模式上面没什么进化，就是它因为这就是一个很传统的买卖东西做行销，买卖东西。那这个行销它本身就是在不断进化的东西。那可是商业模式对我来说，它的核心概念基本上其实是差不多的，只是它可能有不同的工具、不同的方式跟不同的平台来去做同样概念的事情，就是想办法把这个东西介绍给更多的人，获取更多的流量。核心概念上面对我来说没什么差别，差别只是在工具上面的不断的迭代更新这样子。对。那在这3间公司立下来的话，对我来说就是比较熟悉的程度，因为一开始接触我自己学生科背景，对这些东西其实真的都不懂，是从上完课之后才有比较初步的认识。然后从认识来，在实际在自己执行，然后才去慢慢累积这些经验吧。让自己比较熟悉这些东西。了解。所以想问，这样子算是有4次创业的经验，对你来说，算这样，如果算是一间公司算是1次的话，对你来说创业算是开公司吗？还是创业是什么？如果现在回过头，你又被时光机传送到当时你在上那个什么学程，然后他就说你交报告，你来解释一下什么是创业，你会怎么去把你的现在这几年的经验可以分享出来？我自己其实我是拆成2个部分，一个叫做做生意，一个叫创业。那以我现在来说，我其实就是在做生意而已，就是买卖赚钱这件事情。那对我来说，创业，我自己的对创业的想法，它必须要有一些新的东西、新的产品、新的模式被创造出来，然后去经过市场验证，并且
验证这是 OK 的，市场是接受的，对我来说这才叫创业。那以我现在的东西，其实我不太会跟别人说我在创业。以现在我的程度，我觉得说我在做生意而已。我觉得做一个实业，实业家，就像那个卷舌超难念的实业家。实业家。我一直以为的实业是需要盖厂房啊什么东西，那是需要先实业。如果对啊，更严格的应该，但是那是早期的环境，因为早在台湾就是搞个工厂代工生产的东西。我就想说需要有很大的工厂、很大的地，对，哇，那就是实业家公司的那个名字不是都某某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感觉都有很多地耶。哦，对啊，很多地。我自己也不会说实业，我在做生意而已。生意，那我会觉得，等我东西开发出来，并且经过市场验证，那时候我才觉得我自己是在创业。懂？对。所以其实我们在求学的过程中学到那些都是先给我们一个希望，那个希望是其实真的要执行，要很长的时段才能到达那个点。那时候虽然在教创业，其实要真正达到那时候讲得到很长。对啊。可是我觉得在学校的时候，学校是必须要做这些事情啦。是因为如果你不把这个种子埋在别人的心里面，那可能就真的让希望错，对啊，他连希望都没有，他就是只是一块土在那边。是。那对这个漫长的最后要达到创业这么漫长过程中，你会觉得有没有怎样的人适合走这条路，或者是每个人都适合？你有什么想法？就是比如说你现在到一个教室里跟同学们分享的话。跟听众朋友分享的话，我觉得没有谁还是学生的，我觉得没有谁适不适合的问题，只有自己有没有想要走这条路的问题。因为那有理由吗？就是以你来说，你走这条路，就是你还是说怎么讲？我想一下要怎么讲，就是走这条路会有什么理由？走这条路会有什么理由？就他究竟想要做到什么事情啊？想要看到是什么样？因为不是适合，如果不是适不适合的问题，就是他想不想要的问题。如果想不想要，就是要如果他这个人真的想要创业，那绝对有各种百业百态可以让他去创。一定这百业百态里面，百业我忘记了，一定有他可以执行，真的可以做出一些成绩的东西。对我来说是这样子讲。那适不适合，其实就是当然你必须要考量到自己的人、自己的资源、自己的钱啊，说真的钱够不够，资源够不够，你的人脉够不够，这些东西你都必须要考量之后，才去做出相对应的事业的开展嘛。那如果还不够，那就是他想办法去累积这些东西，那累积够他再来开展呢。那适不适合？如果你说一个人的特性来说的话，人类的性格啊、特性啊什么来说的话，这个东西，我觉得真的就不会有不适合的问题。反正就像我之前给你的那个问卷啊，他们现在也说创业需要有一些暗黑的人格，那跟有点颠覆，大家也觉得人要很好。所以最后有统计出什么结果吗？还没。基本上国外的研究。暗黑人格这件事情是有点被确立的一件事情，蛮多统计的结果是确实，那有一些他们分了一些什么，自恋的倾向啊，英文的原因，另外的一些原因是心理变态。但是你是在天平的另外一端，你是极度不变态那端，对啊。所以其实以你来说就不是，应该是说里面不同的个性人，他都有一些特性，他是在创业或者做任何事情上面都有一定的支持的程度。那如何去放大这些支持的程度，减少不是支持这件事情持续进行的东西的因素？就是每个人自己的课题、自己的功课了。对。那他们会为什么会觉得暗黑人格是有帮助？因为暗黑人格确实有一些特性，他们对于创业是有帮助的。他们的坚持能力啊，或者是他们的自傲，以自我为中心这件事情，他们有时候确实是某些特性在创业是有帮助的。可是是不是全部所有人都必须要变得很暗黑的人格？那也不一定，那本来就不是你的性格，你不能。如果不是你的性格，你硬去
要去做这样的事情，有时候可能本末倒置吧。对，你前阵子有看到那个黄仁勋讲的那一段话吗？就 NVIDIA 那段，你对那段话有什么解读？就是他在上面说，接下来是生命科学的时代。那就对吧？直接分享看看。对我来说，这件事情是确实啊，生命科学真的很有它的重要性。那我们自己学生科也会觉得，其实你越去探索这个生命的一些，因为应该是说生命科学它的范围实在太广了。对，只要跟生命相关的东西都可以，所有活的东西。对，医学，那农业算不算生命？它其实也广泛的定义在生命科学里面。那它这件事情一定是非常重要的。这件事情没什么。这边应该我把它聚焦一点，就是以它跟商业上的这一个层面来说，因为我在想，他应该是在讲商业这一块。以台湾，以你的观察，就是生科这个领域的业界，接下来你会对它有什么期望？以及你接下来你的这个创业计划，这个时代你觉得已经到了，就是生命科学可以这个大环境已经到了。就是这个问题是想要问给接下来又继续前仆后继来念生科的那个学弟妹，可能给他们一点想法。如果连我们已经毕业都已经10几年都还理不出头绪的话，就真的这个可能还是一个谜。所以我才想说，也来跟你讨论看看，透过这个机会，因为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太难了。因为以我现在来说，算是离开生命科学才，虽然我之后也很想回去，有机会的话我一定回去。是因为我真的觉得生命科学里面有很多东西可以玩，有很多商机存在。那只是现在或许不够成熟。台湾的环境跟我们那时候想要进到生命科学去读，对未来的想象来说，说真的，现在还是差距太大了。对，那可是台湾有没有在进步？有啊。那全世界的生命科学的投入也是非常多，医药的开发、基因的一些检测啊，什么其实都有持续的在进步。那能不能到我们的想象？说真的，大方向我觉得应该还是会持续进步。就像前一阵子很红的元宇宙啊什么的，大家都觉得哇，元宇宙的世界要到了，然后大家要赶快投入。可是事实上他们现在好像也没什么在讲元宇宙。对，那它会不会就此消失？其实也不一定啊。所以元宇宙真的是，毕竟连 FB 这么大的公司都选择投入，那它一定有它的利基想法在那一边。那生命科学对我来说，你看很多真的大公司也都投入了嘛，那就连之前的演讲也都是觉得生命科学是未来嘛。那这件事情，我觉得大方向来讲，绝对是不会错。那可是如何去实践这件事情，以及它需要几年的问题啊。对，那就有点像就像你刚开始主轴是要开发那个虫子，但是是一阶段一阶段，它真的要达到那个可能要后面。对。那你说学生来，虽然可能不能见识到那个生命科学那种蓬勃发展的那个时候，可是，即便现在的学弟妹真的进来，重点还是你想不想、喜不喜欢生命科学。如果你喜欢，那你就是在推进这个蓬勃发展的当中的一份子，对不对？这个场合上面那你能不能享受到那个成果？你就不要这样想，因为你喜欢，所以你喜欢做了这件事情嘛。那你推进了这件事情前进了嘛？是，对不对？对啊，就变成如果不考虑像乡民那样子讲的终身科以之以前去考虑的话，的确是。对啊，对啊。如果你以前考虑台湾的环境，一定是去台积电那一系列的。对啊，讲到台积电，我就想要问，如果当初你觉得就是假设，如果你是选工科了，而不是选生命科学系，你觉得对毕业之后你看世界的视角会有什么差别吗？还是说生科就是我一说有什么收获？对看待这整个世界的视角有什么改变吗？
我觉得如果不是选生科，我的视角一定会改变。那我是现在，我是因为那时候我读了生科，那我现在究竟好不好？起码我还在努力吧，没有放弃这个人生。哦，那觉得读了，所以我经历了那些事情，让我看到那些东西，说不定就是因为我读生科，所以我去想说，我去接触一下创业的东西。那所以我读工科，我就觉得哇，以后我就是进台积电就好了。哇，也是可能直接看到东西的事物就一定是不一样，一定是不一样。那可是会不会那时候进入台积电超棒？我真的超棒啊！所以这样听起来有点像是，因为生科可能科，你又去找别条路嘛？对我那时候，我一开始创业的时候，我选择是生科领域相关的创业。对我来说，那时候豪情壮志就是，如果环境不好，那就自己创造。对。那时候我选择这条路，那虽然我离开了，那我现在选择我开始以这个东西，以做产品这件事情来去，对我来说是一个累积资源的一个过程。那还是像刚刚说的，如果之后我自己还是觉得我自己是个生科人，有机会的话，我会想要把资源投入在生科领域相关的一些，看看能不能真的就像当时的豪情壮志一样，去创造这些环境。回来在台大盖一栋。这倒是其他，这倒是我。其他工科的一些企业家不是都被盖大楼，交给你了。没有这个还好，再过20年，没有你加油，太久，一起。生科馆有点老旧了，需要去再盖一栋。对，在它旁边增建。对，旁边应该那个田，如果真的要盖，应该可以。哇塞，以这个期许。OK。好，接下来，你想要透过这次这个反弹，你可能在未来3或5年后，你会开发出你所谓当初想的那个重置产品。我现在想要让你对未来你3年或5年之后的那个顾客，或者是购买你产品的朋友，说一段你对你这个产品的想象跟期许，以及你要对他们说的话，你有想法吗？拜托花钱买吧，就这样，太重，求求你买一下，拜托。不用未来，拜托买一下啦，拜托。不用未来，就这么简单，很诚实。快来买虫子啊，可以。好，很棒。没有，当然还有它的好处啊。可是如果5年后又放出来，拜托买一下，我放出来了，买一下好东西。他说实体店这样放一个投影机看书，拜托。好，放大荧幕。然后差不多今天最后就是不免俗，就是在镜头前，可能有些人他会因为想要创业而点进来。我想要让你对他们讲一段你怎么讲一个总结吧，就是给他们一个期许或鼓励的都好，就是一段给他们的话。对于一个先行者，走在前，也不是先行者，就是你已经走在道路前面一点，还在地上爬的，对，挣扎。话要跟他们讲。那我觉得想要创业，就像大家一定常常会说，你必须要评估自己到底有多少资源，有多少想法，你的人、你的财、你的场地、你的想要经营的模式是什么，这你都需要设想好。然后想好之后，我觉得对我来说有一件事情很重要，是执行。你实际执行，即便碰壁，在小小规模上面的损失都是很可以的。那对我来说，其实我是看到很多人其实想法非常好，可在执行力上面，即便我自己觉得自己的执行力是很弱的。就像我很多想法，可我都没有执行。那这也是我自己在督促自己的东西想好之后，就试着放手做看。那在可接受损失的范围之下，尽量的去尝试。做下去，有时候当然，如果你是说很大钱，像医药那种投资，有些东西不是医药投资那种东西，就不要做下去。那个真的需要仔细的思考，那个单笔金额都非常大，还有时间，对，那时间都非常大，那个东西真的要想好。那我说的是小规模的东西，可以做尝试的，就先去尝试看看。有时候做下去，你会发现，可能你会觉得，其实没有当初想象这么困难，当初把它想的太困难了，其实你自己做起来很顺。那或者你也觉得
当初真的想太少了，怎么这么困难？那你这时候就赶紧想想看，有没有其他方法能够去做克服或去做突破，或者收起来，这都是一个选择。对，收起来再干，再想，你就一定会再想到其他的东西，那就再试试看嘛，对不对？对啊，大致这样。很棒，谢谢嘉宏今天来分享。谢谢嘉宏。我们可能下一次来访问嘉宏，就是你那个开发出来的那个时候。那我3年后，好 OK， 3年之约，好，3年之约，好，加油，一起加油，好，加油，好，那就是谢谢大家了，我们下期再见哦，拜拜。